嗨，我是陆。嗨，我也是路易斯的路。我们是旅行优先。耶，把宝都干掉了。今天那个大阪关西万博呢，就是由我陆跟路易士双路两个人呢来为各位小旅伴们做介绍，好开心哦！因为很难得能够参加那种国际的盛事，而且又是开幕第一天来，你知道吗？超多人，对，超多人，好兴奋！哇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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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影片呢非常的丰富哦，要跟各位小旅伴们介绍大阪万博的场馆以及设施，从早逛到晚哦。而且啊，这次啊还有台湾馆哦。节目要开始之前呢，麻烦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分享给你喜欢日本跟万博的朋友哦。那我们就开始了，走吧。哇，真的是太振奋人心了！有幸参与到这种世界级的国际盛事，真的是超嗨的。一般真的很难有机会，例如说你可能要去欧洲啊、美国啊，去哪里才可以见到那么大的场面，真的是有够嗨的啦！哇！好多国旗都不认识哦。它入口总共有2个门，一个是东门，一个是西门。我们现在是搭乘中央线来到孟州站。孟州站一到的话呢，看到的是大阪关西万博的东门 East Gate。那我们昨天已经拍过西门了，那今天呢是要来拍东门，从东门进去。这人潮真的是不输迪士尼耶。当然啦、那是世界级的活动。好恐怖哦！他说万博的票卖得不好，我觉得很难以想象哎。我觉得看到现场的这种盛况啊，应该不用太担心了。小伙伴们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参与哦！它开放入场的时间呢是早上9点，所以现在8点10分，大概还有50几分钟，50分钟，现在的人潮就已经是这个样子。因为我昨天已经进来过了，但是现在要进场还是感到非常的兴奋。哇，大家开始跑了，跑起来了，让我有一点那种迪士尼啊、环球影城的那种既视感。就是万博马拉松即将开跑。对啊。对啊，今天人真的有比较少。昨天开幕的时候是礼拜天，碰到礼拜天又碰上开幕，所以人爆多的。结果今天感觉很舒服哎，所以呢，挑选的时间呢也是可以计划安排一下，就是不要选在周末啊或者是连假的时候。以上这一点呢，也是适用在迪士尼乐园跟环球影城。好，我们要进入这个大屋根了。啊，真的好宏伟哦！天哪，大きいですね，真的很适合拍照。哇，就是要等你来。现在拍超漂亮的，因为现在刚好阳光从那边射进来，会非常漂亮。这个大屋根啊，不是大根屋哦，是大屋根。这个大屋根呢，它是创了金氏世界纪录，是全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哎，超大。你现场看到的感觉啊，跟你影片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真的一定要来现场看一下。然后昨天开幕的时候，我们来啊，上大屋根的这个电梯还要排队，今天不用排了，赶快上去看看。不得不说，这个大屋根啊，这是个世博的亮点，就是很有存在感的结构，所以你走到哪都看到它，然后你看又有这个很方便的上上下下，然后你可以远眺整个会场，下面又可以休息，它功能性很十足啊。大屋根不止高而已哦，它还非常的宽敞，而且它有做起伏，不只是平面的，它是立体的。可这个就是要这个时候来，不能太热，太热这个没人要上来。
哇，真的好漂亮哦！哇，有那个兴奋的感觉了。有哈，有这个馆好漂亮哦，这是什么？菲律宾呢？菲律宾馆也很美呢，现场看有更壮观的感觉。就算没有预约到场馆也没关系，来看这些建筑就很值得了。他们都是有巧思、有设计过，但就是要天气好来啦，天气很重要，天气好才会看起来漂亮，就拍照就好看。这个呢，就是那种集合式的展场，因为有些国家啊，可能经费比较没那么充足，就是比较小的国家，上面有一些我们之前友邦，你还认得友邦的这个吧？现在还是吧？还是已经改名了？是吗？不晓得。斯瓦季兰。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赞助一些钱，然后在里面设计一个场馆，叫做旅行优先场馆。这样我们就独立了哦。哦，我们就独立了吗？旅行优先共和国。我们被独立了吗？这什么馆？这是厕所。搞得很像一个休憩所，它有那个可以休息的，然后有洗手间，做祈祷的祈祷室。到了，看到寿司郎了，第一个场馆。原本我们今天呢也想要带小旅伴们去吃万博限定版的寿司郎和藏寿司，光是想到就让人流口水了，对吧？不过今天万博场馆的介绍呢实在是太精彩了，我们决定呢先认真逛展，寿司的部分呢就留到下一集喽，请记得锁定哦。你看我包包里面有这个，你包包里面怎么长出一只怪物啊？它是遭到放射性物质的一只猫。这是喵酷喵酷，它是2025年大阪万博的吉祥物啊。它长得好猎奇。它有3种造型，你看，第一种造型是这样，第二种造型是这样，第三种造型。万博不排除提稿。不好意思，这是我们自己爱玩的，把它弄回来，很可爱。它屁股也有眼睛，这叫屁。穿过会场中央的大屋根啊，我们来到这个超级吸睛的地方 Expo 展演厅。这栋建筑呢是由知名的建筑师伊东丰雄所设计的哦，现场看起来真的是好壮观哦。整栋建筑啊白白亮亮的，顶着一颗超大的金色圆顶，从远处看起来就好像天空开了一个洞，然后建筑物就这样穿进去一样，象征生命啊从大地涌出的力量，是这一届万博呢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之一哦。展演厅啊很大，最多可以坐将近2000人。现在要来看这个非常难抢到、非常难预约到的一个场馆的表演。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啊，就是这个期间限定的表演，叫做 Physical Twin Symphony。这场秀呢，主打着人跟科技共创未来，整个舞台呢，科技感十足，就像是走进一个未来的音乐实验室。声光效果啊，相当的惊艳哦，非常的科幻。那音乐呢，超级精彩的啦，不只是单纯好听的旋律哦，而是将人跟 AI 一起创作的过程呢，直接搬上舞台。主唱呢，会现场写下一些关键字，例如说 Step Up，AI 呢就会根据这些文字呢去生成旋律或者是节奏，然后呢现场的真人乐队呢马上接着演奏，整个感觉呢就像是我们现场目睹了一场创作的诞生，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又感到新奇。还有一段呢，我觉得超酷的，就是和远在香港的帅哥钢琴家远距共演。钢琴家本人呢没有来到现场，但是透过3D 的全息投影呢出现在舞台上，还真的跟现场的音乐互动哦，看起来真的是超像真人到场。
这个表演的整体沉浸感很强，从视觉啊、听觉啊到氛围呢，都非常的完整。你会有一种感觉，哇，原来未来的表演可能会是长这样哦，仿佛呢这不只是一场秀，更像是人类跟科技联手写下的未来娱乐提案吧。旅行优先给它5颗星。我们刚刚看完了这个音乐表演呢，是在这个大场馆。大场景，这个是大阪世博的3大场馆之一，这个叫做 Expo Hall， 上面看起来像是一顶会闪闪发亮的帽子。从另外这个角度看，这是天空破了一个洞的感觉。还有一个别名叫做 The Shining Hat， 就是会闪亮的帽子。我们刚刚看的这个表演呢，叫做 Physical Twin Symphony， 非常的精彩。最震撼就是开场跟谢幕那一场，主角就是好像是一个外星人，然后从天而降，这样降下来，然后登场，砰！哇，开场真的很厉害。然后结束，它就是一个光柱这样降下来，然后把它接走了，好像就是被飞碟这样接走这样，跟这建筑有呼应这样。整体的感觉是在这么大、这么厉害的一个场馆，然后那个很壮观的这个场馆里面看这个音乐的表演，而且它声光效果非常的棒，音场效果不错，对，算有用心的场馆。对，它这个表演是4月13号到4月20号这段期间的开幕限定的表演，那就是看到影片的人来不及看。但是呢，在万博期间的这个场馆里面啊，类似的表演或者是更棒的表演，还会陆陆续续有更多。所以之后的小旅伴呢，可以随时追踪我们的频道，有任何新的资讯呢，我们会提供在我们的那个平台上给大家知道。这个馆是卡达馆，我们是被他前面一开始的那个表演吸引过来的。唱有够久，唱了半小时吧。对啊，然后那种击鼓的那种音乐节奏的音乐啊，觉得蛮有那种丛林风，我觉得还蛮喜欢的。这个场馆呢，它的设计啊是结合了那个卡达的单桅帆船，还有那种木榫的日本工艺技术，结合这2个一起建造出来这个卡达馆。看外观蛮有趣的，我有那种喜欢的那种洁白的风格，觉得非常的吸引人，对，想要进去看一下。来讲一下卡达馆参观后的感想，就是啊，如果你不认识卡达的话，你可以进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卡达是地理位置是哪里啊，然后它大概的一些文化啦、贸易啊、都市啊，整个人文的风格啊、色彩是怎么样子的啊？可是我觉得看完还是不了解，要看完还是不大了解。但是让我知道说它的那个建筑都市化的程度真的是叹为观止。还有那个纪念品很贵，很符合卡达的物价。然后一直唱歌的一直在唱歌，一直唱个不停。舞蹈表演。不过老实说啊，我参观完的感觉是，虽然展区用的材质呢都非常有质感，设计也蛮精致的，但是整体的内容呢比较偏向严肃的介绍，比如说海洋保育、环境、文化、都市发展这些，对于比较不大熟卡达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资讯有点硬，也比较难有共鸣，娱乐性呢或者是惊喜感呢会比较少。那如果小旅伴们只是想要找个视觉震撼、互动性强的展馆，那可能就会觉得这边比较偏静态、资讯型这样子。所以啊，旅行优先给卡达馆建筑设计4颗星，展览内容2颗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个名字啊，我们真的是久闻其名，也知道它是一个财力相当雄厚的国家。但是因为呢，实在离我们太远了，平常生活中啊几乎接触不到，而且也很难有旅游上面的交集。所以这次呢，来到大阪万博，当然要趁机一探究竟喽。老实说啊，我们原本是被它的建筑所吸引的，整栋展馆呢高挑的设计啊，外墙全部都是大面积的玻璃帷幕，从外面呢就可以直接看到里面壮观的结构，尤其是一根一根啊
啊直冲天花板的柱子，它总共呢有90根，高达16公尺，就像是一座站在沙漠里的棕榈树林一样。这些柱子啊使用了200万片的棕榈叶打造哦，象征着阿联酋与自然之间的连结。里面的展览主题啊是从地球到以太 Earth to Ether， 主要呢想呈现阿联酋在太空科技的发展啊、医疗领域的突破，还有永续环境方面的各种创新。展区里面的互动展示啊，也有影音装置来介绍，搭配展馆的整个空间的氛围，感觉得出来整体设计花了不少的心思。而且啊，这个展馆里啊还有附设餐厅哦，生意好到呢还要排队呢。在这样充满异国风情的空间里啊，品尝阿联酋的道地料理，透过食物呢，也会让我们更贴近这个国家的文化。逛完展览之后啊，别忘了去旁边的周边商品区走走哦，他们的服饰啊，还有袋子设计的非常的有质感，蛮好看的设计感，而且它写的是大阪4度，因为它质感蛮舒服。因为它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啊，有在强调说它的纺织还是蛮有名的，这个也很可爱，蛮好看的，很文青风，600-700块，不会很贵。不过展区的内容呢是比较偏向知识型的，加上都是以英日文啊、阿拉伯文呈现，如果没有特别研究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难亲近。毕竟呢，主题还是比较偏专业严肃一点的啦。所以呢，我们给阿联酋这个展馆呢3颗星。我们要来看的是众所期待、万众瞩目的钢弹馆，钢弹的 Next Future。这个是啊，我们预约然后抽签抽中的哦，这个很难抽哦，好期待哦。外面那只是从横滨搬过来的，对，它是从横滨搬过来，它变得不能动了，本来站了会动会干嘛的，它蹲下去站不起来，脚麻了。从东门啊穿过万博会场前往西门，远远的呢就可以看到一尊约17公尺、超巨大的钢弹本弹立在那里，以单膝跪地，右手高举指向宇宙的姿态，气势满满，象征着呢与人类一同迈向未来的新宇宙时代。不管是不是钢弹迷啊，都很难不被它吸引哦。馆内的沉浸式体验呢，更是让人眼睛一亮啊。我们现在应该是要乘坐这个太空舱前往地球上面的太空站，应该是所谓的太空电梯。对，它地板有在震动，关起来，关起来。出花了，离开地球了。离开地球表面，这不只是一个单纯走马看花的展览哦，而是一场有剧情、有起承转合的太空冒险。整个故事呢，发生在西元2150年，我们搭乘着虚拟太空轨道电梯，从孟州太空港出发，突破天际，来到一座叫做 Star Juggalo 的太空站。我们现在抵达太空站，外面很多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机器。我失重了，然后喝一些酒才会感觉挺。我失重了，我已经飘起来了。是太香，不是太空。看似呢一次观光旅行，没想到啊，我们竟然被卷入突如其来的太空危机之中哦！啊！反派来了，可是很坏哦。哦，被看到，被看到。你看这个，如果没有开出钢弹的话，没有办法制服得了这一只。损失惨重啊！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要紧急疏散啊！那逃生舱啊！这是环球影城哎！啊！到驾驶舱了吗？哇！すごい！整个地板都会震动哇！外面大战，战况好惨烈啊！整个故事呢，体验非常的完整，不是只有那种几个布景交差了事的展馆。我们参观者啊，不只是旁观，而是会变成故事里的重要角色。透过视觉、听觉，甚至是体感呢，整个人啊都会不自觉的投入其中。你会清楚的感觉到啊，我们就是钢弹拼命想要保护的人呢。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啊，故事发展到最后战斗的时候，现场的声光效果直接拉满，震撼到全身起鸡皮疙瘩。尤其是敌方的机器人啊，强悍又迅速，给人一种四面八方被包围的压迫感。现场的视角呢，也不是只有一片荧幕哦，而是像宇宙战舰的剑桥一样，左右两侧呢，甚至是上方呢，都会有影像的延伸，就像是坐在指挥室中，跟钢弹一起在太空中迎战一样。而故事结尾呢，却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令人感伤。这场冒险呢，不只看见钢弹的世界，也让人感受到未来宇宙与科技的可能性。不管小旅伴们是不是钢弹迷，都可以享受到这场
既热血又充满想象力的沉浸式体验哦。所以旅行优先呢，给钢弹馆100颗星。妥妥的环球影城，是不是？这个环球影城，钢弹在外面，这只是差在没有这一尊钢弹在这里。哦，脸好大，是故意的吗？很值得哎，我觉得来万博这个钢弹的 Next Future 这个馆很值得。只有抽中钢弹馆的民众啊，才可以那么近距离的跟钢弹一起合照。它整个细节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它跟它的脚掌拍照，大阪万博卧佛的脚掌。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个馆呢，叫 Pasona， 就是有一只小金刚坐在海螺上面的那一个馆。然后这个馆在 Westgate， 就是西门。我们的票都是从东门进来的，结果我们想说明天要从东门一进来之后呢，冲到西门来预约这个馆，而且要非常难预约哦，就是预约时间一到啊，一打开啊，马上就是秒杀，抢不到。结果现在是平日的下午，居然可以直接进来耶！现在只要排20分钟，好兴奋哦！Pasona 自然元宇宙馆的外观啊，并不是海螺哦，而是拿现在已经绝种的古生物菊石它的螺旋形状的外壳来作为生命象征的设计发想。整个馆呢是以感谢生命作为主题，并且邀请了陆小时候非常喜欢的2大动漫人物原子小金刚跟怪医黑杰克来担任导览员哦，带领着我们了解生命历史的进程，迈向结合自然与科技的未来世界。整个展馆呢分成3大区域：生命历史区、身体区、心灵连结区。首先呢，我们在生命历史区看到的是这棵生命进化之树，用不同的事物来表示不同时代的生命进程。树干往下树根的地方呢，就代表超级久以前。然后呢，树枝往外延伸呢，就表示未来生命有着无限的可能。我们甚至呢，还可以从树上的窗户呢，窥探未来的地球的一部分。这棵生命进化之树呢，巨大壮观又具有艺术感。这边真的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前天去的那个太阳之塔。太阳之塔是1970年的生命树，然后我们刚刚看到的是2025年的。在进入第2个展区身体区之前呢，我们先观看了一段影片。影片中呢，为了拯救人类而受伤的原子小金刚穿越了时空，被怪医黑杰克用 IPS 人造心脏所拯救。这段影片呢，为下一个展区做了精彩的开场。这次的大阪万博之旅让我最期待、最兴奋的就是亲眼可以看到这个 IPS 心脏了。虽然呢，它只有小小的2公分大，但是当我看到它像真的心脏一样在培养液里面跳动的时候真的是让我起鸡皮疙瘩哦！现在看到的这一个真的是非常的不得了，它是会跳动的迷你心脏。来到 Pasona 这个馆就是要看这一个啦，非常的厉害，这真的是未来的再生医疗的科学。除了 IPS 心脏以外身体区内呢还会有未来睡眠舱的体验，可以远距治疗的未来导管手术体验，以及在山区和离岛等偏远地区呢，也可以接受顶尖治疗的空中手术室哦。这些都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了。来体验一下，不能真的躺上去，但是可以用手来体验一下。哇，很好摸触感很舒服。躺在上面我一定秒睡，我摸着就睡着。怎样？不送我，跟蛋糕一样，这很像那个蓝骨头的沙发。对，然后是鸡皮的。这个不好呢，也不透气，因为通常我们睡觉会流汗它不会让你流汗它是一个睡眠舱，它会做全部的调整，温度啦什么啦都会做调整。未来的睡眠舱，现在人也需要，睡眠品质太烂，大家都有睡眠障碍。你来世博玩个几天，回去就很好睡。不用，走路走个1天，回去就很好睡，但是脚会烂掉看到这些未来医疗的展示真
的会感到非常的有希望。以后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可以更健康，活得更久。世界那么大，才能够有机会跟旅行优先一样，慢慢的把它走过一遍哦。紧接着啊，就是小旅伴们最期待的、最具有声光效果的大高潮来喽！在最后的心灵连结区啊，展示的是一个 The Natureverse Show， 这里呢真的是太震撼了啦！一走进去啊，就被一整排的会动的、会发光的 LED 巨型方块包围着。作り上げた小さな生命体、生命の歴史はここから始まったんだ。美しい地球に人間が現れたのは地球の歴史を2427个立体萤幕啊，随着内容不停的转动变换，营造出非常壮观的360度的沉浸式视觉效果哦。小旅伴们来到万博，一定要来这个 Pasona Natureverse， 跟着原子小金刚跟怪医黑杰克一起感受一下这场连结人类、自然与科技的旅程吧。旅行优先给这个 Pasona Natureverse 馆呢5颗星。还不错哎，很帅气哎。这是唯一我逛到想要买的哎。这个可以播吗？你看这个小金刚是不是有点？然后它就趴在这个角度，就是有点煽情哎，性感，应该是说很性感，有点而且啊，它里面啊那个机械啊什么的，被你看光光了这样，骨架都看光了，很可爱啊。展现出原子小金刚性感的一面。还有那原子小金刚的钥匙圈，黑杰克的披风，什么材质？雨衣的材质没有披风。它防不了雨。它功能是要干嘛？剪头发。啊，对对，有点像。它这是剪头发那个理发厅可以买去给顾客穿。9350大概2000多块。2000多块。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是我们预约抽到的那个荷兰馆，尼德兰馆，它现在已经证明了，对，已经证明了，对，可是对，尼德兰馆，它里面有什么呢？我们再带小旅伴们进去看一下吧。在看到荷兰馆的那一刻啊，真的是会忍不住停下脚步。正中间的那颗超大的人造太阳啊，像是从建筑物里面升起来一样，非常的壮观。建筑呢是开放式的设计，没有厚重的墙面，感觉就像是啊在欢迎所有的人走进来交流分享。那跟荷兰馆的主题啊 ，Creating a New Dawn Together on Common Ground， 在共同的基础上携手开创崭新的黎明，这个主题超级呼应的。晚上光影穿透的时候呢，真的是美到不行。整栋建筑物啊，就像是一件会发光的艺术品，真的超梦幻的，超未来感的。我们走进去之后呢，还会拿到一颗发光的小球，整路啊都可以互动。晃了就会变颜色哎。中间那颗球的球体剧场里面呢，是360度沉浸式的影片，讲述着永续的能源啊、全球健康等等的议题。终于要进来这个球体了，到底有什么特点？啊，可以坐，好棒！坐一下吧，好像某个邪教聚会的感觉。好大的穹顶萤幕哦，壮观哦！荷兰风车。Now, as we strive to protect Mother Earth, they are finite yet full of might. And if we move with wisdom, we can get this right. 我们的球体也会跟着变颜色。So bring your vision, your hands, your mind on common ground. Let's
整体来说啊，我们觉得荷兰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呢，还是它那个极具震撼力的外观设计，还有建筑物啊背后想要传达的理念与象征性。相较之下呢，展览内容本身就显得比较平实一点，设计上是蛮有趣的啦，但是互动的方式呢比较简单，就是触碰一下让球体变色，没有太多进一步的参与感，稍微有点可惜。虽然整栋建筑物非常的漂亮，不过呢，我们这次来的时候啊，外面看起来虽然没有什么人在排队，但是里面好像卡在动线或者是流程设计上，使得从进馆一直到正式开始的这段时间，等待的时间呢，比预期的还要再久一点。所以旅行优先呢，给荷兰馆的建筑5颗星，展览的内容呢3颗星。当然要还回去，把它带回去，一人送1颗也不错。我跟你讲，这东西哈，你带去五月天应该也会变色，你可以带去看五月天也会变色。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参观的是捷克馆。捷克馆它除了外观非常的漂亮以外，它里面的艺术价值、艺术成分也非常的高哦。我们赶快进去看看，走。在来到大阪万博之前呢，我们就决定了要去捷克馆参观了。那是因为啊，捷克馆的这个建筑啊，在电脑荧幕上啊，就是那样的光彩夺目。那一走到现场呢，更是令人惊奇，果然是符合我们的想象。这一栋建筑物啊，完全是用现代的木结构 CLT 面板所做的，没有用到一根钢架。外墙呢是捷克很有名的传统艺术玻璃波西米亚水晶，整个呢就是一座闪闪发光的水晶塔。尤其是夜晚的时候，捷克馆在大阪的夜空中真的是耀眼迷人，就像是一个珠宝艺术品一样。这个场馆呢是螺旋状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绕着，然后就会到顶层了。捷克馆的主题呢是人生的才华与创造力，光听呢就觉得很有内涵，很有艺术感，对吧？参观路线呢其实蛮特别的，整个动线呢是沿着建筑物螺旋坡道慢慢的往上走，一边走呢还会看到很多捷克的艺术作品展示，像是画家 Jakub Matuszka 的绘画创作，玻璃雕塑艺术家 Rani Pleso 的作品，以及捷克工作室 Lunch Meet 的视听内容，还有日本人最喜欢的木下的作品呢，也会在展区里面。其实啊，我们在这个走道上啊，展览就已经开始了，不过很多人不知道，就这样很快就要往前走，这样真的大家都赶着往上走，不知道是为什么。还好我们行前呢有稍微做点功课，知道这一条坡道呢本身就是展区的一部分，所以一走进去啊就开始留意每个细节，慢慢欣赏。但是呢，我发现现场很多人呢根本不知道这一段是在干嘛。就是一路走一路往上冲，好像是在赶车一样，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看展的意思。说真的呢，如果没有事先了解，还真的会搞不清楚自己走进来是要看什么呢。我们还误打误撞的参加了捷克著名的钢琴家 Ivo Karnek 的钢琴音乐会。虽然呢，我们知道这是一场水准很高的钢琴独奏会，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艺术涵养还真的不够，再加上演奏的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钢琴名曲，现场啊又安静又舒服，我还差点呢坐着就睡着了。很想要跟大家说，参观完捷克馆啊，让路这个粗俗的比夫呢，也顿时有了艺术的气息，但是并没有。我们后来的感想是啊，捷克馆的展出内容呢，比较偏艺术性比较高的成分，真的比较适合本来就懂这一块或者是有在关注艺术的人来欣赏，不然就会像陆大叔一样外行人看热闹了。所以旅行优先呢，给捷克馆的建筑5颗星，展馆的内容呢3颗星。
先说结论好了，2025年的大阪万博 Tech World 馆啊，它从馆名啊、展区的设施啊，到所有呈现的内容里面啊，我们都找不到台湾这2个字。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事实上呢，整个场馆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要让全世界看见台湾。这一座场馆的外观啊，取材自台湾群山那个起伏的意象，然后象征着自然啊跟科技的融合，再加上它使用了可回收的材质呢，打造这个场馆，然后也呼应了万博永续的宗旨。那这个 Tech World 馆呢，总共分有4层，上下都还有电梯，所以这个馆算是蛮有钱的。那一入馆之后呢，参观者就会戴上了一条感应手环，透过专人导览的方式呢，带大家依序的参观生命啦、自然和未来这3个声光十足的主题剧场。每一个空间呢，就好像是在说一段故事一样，不过它是用科技来呈现，然后用影像来诉说，让参观者呢非常的沉入在其中。这样，你看我们头上这一块就是这个也是晶片，这是正圆形吗？人家是做到几奈米的，这么一大片的话，当然是不费吹灰之力。其实它不只是想要讲晶片啊、科技，它也是有讲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些融合共存之类的议题。哇，好棒，好厉害！那下面的叶子啊、草啊都是平板，叶子都会随风摇动，那些平板都会动。很好看呢，精彩呢，被感动到。才1楼而已，就那么厉害了，我觉得不输给其他的场馆，那个气氛营造得非常棒，让我感觉好像就是在阿里山上面一样。什么时候万博搬到了阿里山上面了呢？点一下这个。点，飞走了，飞走了，你把它戳死了，好像是给猫玩的那种平板游戏。而且我觉得台湾馆很亲切啊，因为其他的展馆啊都是写英文、日文跟他们本国的语言，只有台湾馆有写繁体中文哦，所以非常亲切，然后也比较容易搞懂。那接着呢，就是自然剧场了。它自然剧场呢是搭配了作家刘克襄的文字，然后用一种比较诗意的方式来呈现台湾的山水之美。这个有上面有喷字的，就是台南后壁那边种植兰花的拼的技术，等于是用喷墨类似印表机东西把它拼上去，它可以客制化，你要喷什么图案、什么颜色都可以。兰花寿是台湾兰展的吉祥物。最后一区的未来剧场啊，是我觉得最酷的部分。它从手机啊、家电、捷运一直到飞机啊，这些生活的必需品开始啊，慢慢的带出晶片对全球的重要性。全世界啊，每天的科技运作啊，每个人的生活啊，几乎都绕不开这个小小的晶片了。而且你知道吗？目前在先进晶片制程的领域啊，台湾的市占率是高达90%。这样刚好说明啊，全世界啊，每天的生活啊，都离不开来自台湾的科技。展览到最后啊，当初参观者佩戴的智慧手环啊，提供了我们在各展区中互动所产生的心动数据。那借此呢，可以来推荐我们专属个人的台湾观光路线。最令我感到震撼的啊，就是第一个生命剧场了。
仿佛神木躯干的这样子一个投影方式啊，呈现出台湾特有的而且丰富的生态，并且还联动着560台的平板。随着这整个动画故事啊起伏摆动的平板啊，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没想到后面这个神来一笔还蛮有趣的哎，它是偷偷记录你的心跳那些。我都不知道一开始发这一条到底是要干嘛的。对啊，我还在想他什么时候要派上用场。比如说要什么互动游戏什么的，对，就在收集你的资讯。真奶啊，我最喜欢的真奶，擦边擦边，我最喜欢的擦边。你每个都喜欢，你哪个不喜欢？吃的我都喜欢。啊，芒果擦边，他加炼奶，你那边要发礼品了，发礼物了，发礼物了，发礼物了！最后说发礼物，哇，好可爱，好可爱哟！这个来台湾馆不是来 Tech World 馆呢，就会有得到这个珍珠奶茶的这个徽章布贴，哇，好大一个哦！天哪，超值的那个馆看完还可以拿礼物。对啊，对，下次我们再来一次，可以再拿一个。不好写。而且听说他们每个时段的赠品会不一样。对，有时候早上跟晚上都不一样，所以你早上来一次，晚上也再来一次，一天来很多次，可以拿很多个回去。而且是 Made in Taiwan 的，不是 Made in 超赞。Tech World 馆呢也有贩售台湾特色的伴手礼，还有台湾美食哦。虽然我们因为卤肉饭太贵了没有买，然后洪瑞珍三明治呢，我们去了2天都扑空，味觉体验呢因此而破功了。但是其他的感官的感动呢，却也深深的打动了我们。Tech World 馆呢不只是为了推广台湾而已，它更是要对全世界说啊，在迈向闪耀生命光辉的未来社会中，我们的科技、我们的文化还有我们的创造力呢，是永远不会缺席的。所以旅行优先呢，给 Tech World 馆呢这个馆4颗星，然后因为是台湾，所以我骄傲再多给1颗星，总共5颗星。以上呢就是旅行优先在大阪万博第1天的场馆介绍啦。你以为这样就没有了吗？精彩的才正要开始呢。下一集呢，我们要一次攻略日本8大主题馆中的3个，包含有沉浸式剧场，还有人造人仿生机器人，科技感爆棚啊！而且呢，我们最惊掉下巴的啊，就是泰国馆居然有这样子的服务真的是碾压其他的国家，完全不讲武德啊！ครับ。当然呢，众所期待的，我们也会带大家走进地主国日本馆哦。到底日本这次会端出什么样的压箱宝呢？带你一起去揭晓哦。除了场馆实地体验之外呢，还有万博的购票攻略、万博限定的寿司郎和藏寿司的开箱哦。内容呢真的是太多啦，所以我们分成几集来介绍。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哦。也可以给我们超级感谢抖内我们。资讯栏呢还有旅行优先专属的 Biku Kamena 的优惠券，最高可以节省17%。我们下次影片见哦，拜拜。